你以为这是一场热闹的假面派对，实际却是惨烈的案发现场。几名画得跟鬼似的少年手舞足蹈，甚至还在尸体上疯狂涂画，然后再残忍地将其肢解。更变态的是，他们还把一切都记录了下来，甚至还拿着断肢合照。一名警察根据线索找到这里，结果却惨遭偷袭。等同事赶来时，他用最后一口气说出该团伙总共有4人，然后就一命呜呼了。大壮看着同事的尸体，悲伤至极，因为死的正是他的妹夫。他发誓一定要亲手抓住那伙恶魔。原来这是一伙专门直播肢解的变态，通过外网进行付费直播。最近已经有8名无辜者遇害，警方调查数月，每次都在最关键的时候被他们逃脱。这天，警方忽然收到一条匿名举报，他们根据线索找到一处荒宅，里面的变态似乎察觉到了异常。等警方闯入时，只发现了一具被肢解的尸体。众人一脸震惊，忽然电灯熄灭，门口跑掉了一个人影。大壮一路追到后面的树林，少年在一个陡坡前停住，刚要回头，却被没刹住车的大壮推倒，双双滚下山坡。等大部队赶来时，两人却都不见了踪影。警方出动上百人大肆搜索，折腾了近1个月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。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，变态的肢解案还在持续发生，警方被迫放弃搜救，将重心再次转移到破案上。可意外的是，第2天大壮就带着一名凶手回来了。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他们驾驶的汽车撞停在了警局门口，两人都处于昏迷状态。可大壮醒来后却表示什么都不记得，完全不知道这1个月内发生了什么。医生说是间歇性失忆，过段时间或许可以恢复。然而另一边被抓住的凶手却十分的诡异，他声称自己才是大壮，不知为何跑进了凶手的身体里。但这种话谁会信呢？他还是从警方口中得知，现在的身体叫小杰，是那伙变态的老大，判个无期徒刑基本是板上钉钉了，除非他能主动交代其他同伙的藏身之地。大壮也想交代，可确实不知道。思来想去，他要求见自己的助手，他将互换身体的事情告诉助手。一开始助手也不相信，可当他说出2人之间的秘密后，助手也有所怀疑。于是助手故意将枪带外翻，来到大壮病房探望。大壮看了看助手，没有说谎，显然比之前陌生了许多。关键的是，以往大壮看到枪带外翻都会训斥他一番，因为这种情况会影响拿枪速度，关键时候可能还会因此丧命。于是助手再次找到小壮，质问他这1个月里都发生了什么。小壮说2人跌落山坡后，是对方先醒来的，他醒来的时候就被套上了头套，还被拖进了一个不知在哪的房子。他隐约看到写着青花的木牌，之后的事情就不记得。助手离开后试着用导航搜了一下，果然有个叫青花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大姐找到了小壮，让他说出关于自己的一切，包括家庭和工作上的重要事情以及人际关系，否则就把他的妻子和女儿大卸八块。小壮被迫全盘托出，可这无疑是在帮助凶手霸占他的身体。所以等被关进监狱时，小壮越发的感到不安，因为妻女正和一个杀人魔一起生活。他拼命地撞向墙壁，把自己搞得头破血流。狱警发现后急忙叫了救护车。就在去医院的路上，假装昏迷的小壮忽然咬住一名狱警，接着将他们全部打倒逃离，一路来到了自家门口。这个少年缓缓来到自家门口，看着房内欢声笑语的一家人，他气的是咬牙切齿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他在破获一起连环杀人案时，意外和凶手互换了身体。此时霸占他身体的凶手也发现了他，甚至还故意当着他的面对女儿动手动脚。紧接着大杰扔出一部手机，两人就这样当面打起了电话。大杰说只要他抓住另外3个凶手，就不会对他的妻女下手，还会把身体还给他。原来当初正是另外3人的举报才导致他被警方抓捕。小壮心想，反正本来就要去抓他们，现在还能防止妻女被伤害，就果断的答应了。大杰告诉他山下的露营区里就有一个凶手，于是他就打电话转告助手露营区的事，然后自己便迅速的来到了那里。正四处寻找时，一个流浪汉模样的男人主动出现，将他带到卫生间后问小壮来这里干什么。小壮意识到他就是那个凶手，假装询问被举报的事情，可就因为他说了敬语被对方看穿，流浪汉拿出匕首威胁，小壮只好进行反击，可这副身体太过瘦小，一下就被踹翻在地。好在助手及时赶到，两人合力之下将流浪汉制服。小壮非常庆幸助手能来，助手说他先前找到了那个写着青花的房子，在里面发现了大量的血迹，这才选择相信他。随后两人把流浪汉带到那所房子，利用里面的设备对他进行了残忍的折磨，最终得知另一名凶手的线索。小壮随即来到一个菜市场，没想到发现他的凶手竟主动将其引走。小壮跟过去后就遭到了偷袭，可吃过一次亏的他已经有了愤怒 buff 的加成，疯狂的痛扁对方。可忽然脑海里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画面，头痛不已的倒在地上，凶手毫不犹豫的拿起铁锤，一下便将其砸晕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已经被倒吊了起来，而那名凶手则拿着把匕首嘚瑟的走向他，一刀捅在了他的胳肢窝上。紧接着他又放起专用 BGM， 准备好好折磨小壮一番。可听到这熟悉的音乐，脑海里立马回想起了当初滚下山坡后的事情。原来当初大壮已经抓住了小杰，可无论他怎么严刑拷打，他都不肯交代其他凶手的下落。大壮深知这种变态被带回警局后也审讯不出什么来，为了给妹夫报仇，便把小杰带到山顶的一个破房里，对他进行了长达半月的折磨。可没想到他宁愿自杀也不肯交代其他几人的下落。于是大壮就找到了一名法医同事，从他那里拿到一种药剂，是美国佛伯勒那边常用的逼供药剂，不但能够让犯人交代罪行，还有催眠洗脑的功能。可遗憾的是，小杰是真的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。于是大壮就想到了一个大胆的方法，他把大量的药剂注射到小杰体内，疯狂的给他洗脑，直到他认为自己就是大壮。等他出现在警局时，大壮在假装成两人互换了身体，其实为的就是让小杰去找出另外3名凶手。画面再次回到小杰这边，此时的他已经恢复过来。作为一个变态杀手，他也确实有2把刷子。
这是我见过最牛叉的变态，在被另一个变态盗吊起来的情况下，他竟以一种超乎想象的方式挣脱了束缚。往日老大的威压直接震慑住了对方，然后直接几刀送其归西。此时的小杰已经彻底摆脱了催眠，可接到助手的电话时，他还假装自己是小壮，等助手赶来，直接又是几刀将其杀害。很快，警方赶到现场，大壮看着惨死的助手，随即找到小杰质问。他还不知道小杰已经摆脱催眠，而小杰也假装自己还处于催眠状态，谎称助手是被那名凶手所杀，自己拼了半条命才将对方反杀。他还询问大壮是不是在杀掉最后一名凶手，就将身体还给他。大壮同意后离开，殊不知小杰随之露出一副奸计得逞的表情。随后他真的找到了最后一名凶手，一番打斗后轻松将其放倒，然后带到那间房子，残忍的折磨一番后，打电话通知了大壮。等大壮赶来时，那名凶手已经死掉了。小杰询问他现在是否可以换回身体，大壮拿出手机放了一段噪音，小杰假装成头疼欲裂的样子，可忽然却莫名其妙的大笑起来。大壮一脸懵逼，小杰这才说出真相，他气得冲过去就要暴揍他一顿，可身后的凶手忽然跳起来勒住了他的脖子，原来这都是两人的苦肉计。好在大壮比较壮，轻松放倒了两人。就在他痛扁小杰的时候，身后的凶手忽然给了他一刀，大壮被迫拿出手枪，枪声引起了附近警察的注意，小杰还从背后偷袭了他。只见他拿出一针药剂注射进大壮体内，不停地给他洗脑，让大壮记住自己的名字叫小杰。这时警察也赶到了，小杰立马跑出来投降，并说自己才是大壮，和凶手互换了身体，还不停地说着一些警队的琐事博取信任。就在警察们一脸蒙圈之时，大壮踉跄地走了出来，心里想着自己才是大壮，可嘴巴却不受控制地说自己是小杰，把同事们搞得更加蒙圈。而小杰则戏精附体般的疯狂表演，大壮彻底被激怒，拿着匕首扑向他。尽管有警员开枪，可他临死前还是捅死了小杰。电影到此结束，这无疑是一个悲伤的结局。大壮虽然完成了复仇，可付出的代价确实得不偿失，毕竟他还有着让人羡慕的妻子和女儿。